从6月26号让大家止盈美关之后，就一直让大家管住手，先别动。直到7月的17号，再跟大家讲了美关缺口的位置，780块2毛钱到820块3毛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低吸机会。美关也是如期跌到了这里之后呢，昨天大涨12.17%，赚钱的学员记得在评论区回复一下8。Hello， 大家好，我是 Josie。美关大涨，但是观点仍旧看反弹。那么这一轮反弹多少要高抛了呢？纳指昨天最高价触及到了空方带下沿，几时行情会结束？以英伟达为首的科技巨头砸钱进入了算力板块。国内呢 Kimi 呢因为算力不足而关闭 C 端的用户，算力板块要起行情了没有？如果您现在呢也在关注这一些美股问题，可以订阅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一起学习美股知识。今天是香港时间7月22号，我们视频的主要内容会给大家分为2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讲一下大盘的行情解析，纳指这一波的反弹会反弹到什么时候、什么位置呢？能意味着纳指它已经进入到反转状态。这个呢是我们第一个部分要给大家讲到的内容。那第二个部分呢，讲一些热点股票的一个解析。首先第一个来看的话呢，是特斯拉、英伟达、AMD， 包括美光、PLTR、英特尔、Coinbase， 以及有个学员一直在留言要问到的 APLD 跟呢 IREN。 那 IREN 的话呢，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就是以这一个英伟达为代表的这些科技巨头呢，也砸钱进入到这一个算力板块当中。那么这一个 IREN 2天的时间也弹了差不多 20% 左右。那么算力板块还有没有机会？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到的内容。那如果手上有股票，但是 Josie 没有跟大家讲到的话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给 Josie 留言。老规矩，先赞后看，股市长望。接着我们进入了今天正式的内容。第一个来看的话呢，是整一个纳指的日线走势图啊。纳指之前一直跟大家讲过，假阳见底，当然今天的话呢，已经收了一个阳线，突破了呢这一根假阳线的这一个高点，那就意味着它在这一个位置，短期来讲，它要有反弹的机会。之前一直给大家讲过啊，所有的这一个假阳线出现的时候，一定要去判断一下这个位置究竟呢是这一个空方占优还是多方占优。如果你看到这一根假阳线出现完了之后，它是收了一个阴线，直接给它跌破的，那往往呢这一根假阳线意味着是一根呢诱多的阳线，后边呢反而会进入到加速的下跌。相反，它能收一个阳线突破假阳线的高点的，那意味着这里呢它短期来讲是要有机会的。你比如像这个位置当中啊，它出现的假阳线，它是选择呢突破，后边呢开始正淡淡的上涨。这个位置它是不是也是一根假阳线？但是它是收阴线跌破的，接着的话呢，第二天再砸了一根 K 线，再砸了一根呢假阳线之后呢，它才见了这一个底部。所以看到这一个假阳线的时候，千万不要想着说我是不是从这里就能进场，或者说我要在这里要不要去卖掉，一定要去判断一下究竟是一个多方占优还是个空方占优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能看到这个位置它是不是选择一根阳线突破它的一个高点的，那意味着呢短期来讲它在这里呢会有一个反弹的一个机会。当然反弹能看到它现在是处于一个空方带状态的，上一次转为多方带的时候呢，以一根大阴线跌破，并且呢回踩失败了，宣布这一轮的反转呢它是失败的，然后又再一次进入到空方带状态。那目前个人呢对于纳指这一波的一个上涨的话呢，个人持有的一个观点是看反弹啊，就只会把这一波行情呢当做一个反弹，除非呢纳指可以干嘛？可以收一个阳线突破这一根十字星的一个高点，大概来讲 26,316.81， 那么意味着它在这个位置要开始进入到反转行情，不然的话呢在这里通通的按照反弹去对待。再加上目前来讲呢，纳指它其实还是处于一个下跌结构当中的，所以要看一下啊，这一个下跌结构会不会消失。之前跟大家讲过，上涨结构代表行情的强势，下跌结构则代表呢行情的一个弱势。但是如果你看到上涨结构涨着涨着突然间消失不见的话呢，那意味着行情开始走弱。下跌结构跌着跌着来一根K 线，把这一个下跌结构呢消失不见，那就意味着呢它这一个弱势行情开始转强。
所以有的学员也关注一下它的这一个下跌结构能不能呢消失不见，能转为消失不见的，那么行情呢它还算比较强势，但是个人的观点仍旧没变，十字星的高点只有收到实打实阳线给它突破了，那么才是一个真正的反转行情，不然的话呢通通按照反弹对待，到位了之后呢该高抛的学员一定呢要选择高抛，这是第一个点要跟大家讲到的。那第二个点的话呢，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前面跟大家讲过就是时间走势非底即顶来看一下呢，纳指的最后一个变盘点的话呢，是在7月份的27号上次的时候跟大家讲的时候讲错了所以大家记一下，7月份的第4个变盘点的话呢，应该是在27号，也就是下周一的这一个阶段，不是在30号，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点。那么对于这一次的一个变盘点，Josie 怎么看呢？假设呢，在接下来的这几个交易日当中，纳指呢，它是选择一根阳线，一根阳线，一根阳线就是走的是一个干嘛？单边上涨的这一个走势的。那么大家呢心里边有预期心里边有预期，这个位置的一个变盘点很容易会形成一个高点的一个变盘，除非你能看到本周收的是大阳线，把这一个十字星的一个高点给突破，那么这个位置的一个变盘点，它很有可能呢是一个加速的一个变盘，不然的话呢，大概率的话，它这一个变盘点，它很有可能就会形成一个高点的一个变盘。所以这2天当中关注一下整一个纳指的走势，纳指呢在本周走的是一个单边上涨的。到这一个十字星的时候，它是没办法突破的，那么大概率来讲，它会是一个高点的一个变盘，大家呢就要注意一下高抛的这个问题了。那相反，假设它在这个位置当中它收到的是个阳线突破十字星的高点，那么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加速的这种变盘点，那我们就拿住手上的一个股票了，好吧？具体的话呢，到时候我们到周末的时候再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这一次变盘点怎么样去看的。OK， 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话呢，就是这一个费城半导体指数费城半导体指数这一轮跌下来的时候是不是跟大家讲过，这一轮下跌的这一个关键的支撑的价格就是在缺口附近的位置。本轮当中这一天虽然是一根假的这一个阳线，但是它也确实是跌到了这个价格之后收盘价收上去的，代表呢 Josie 跟大家讲到的这一个缺口的支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吧。今天的话呢，跳空高开了一个阳线，而且这一根阳线的话呢，还是带有一个长下影线的，代表下方的一个支撑稍微来讲是比较不错的。那第一个要去关注的点就是这个缺口会不会像前面这个缺口一样，就是刚出现立马呢给我收一根阴线给回补了。你看像这种缺口就是刚出现完之后，在3天之内立马就给我收一个阴线给它回补的，那么这个位置代表的是一个多方的弱势，空方的强势，尤其是在单边下跌的这种行情的时候，出现这样的形态的往往就不大好。你比如像这个位置就非常实诚的一个阴线补完之后，接下来是加速下跌了1周的时间的，所以有在关注费城半导体指数的注意一下确实来讲呢，它在这里一个位置当中假阳见底，但是要注意一下，整体仍旧是处于一个空方带状态的，所以在这里呢，只能看反弹，不要说去做反转。第二个的话呢，关注缺口能不能撑住3天能撑住3天的，那么在这里呢，还有可能会转为这一个多方带，或者说呢，在这里形成一个反转不然的话呢，就是3天之内立马补了的话呢，心里边有预期行情仍旧震荡，并没有说呢走成这种单边上涨的行情，这是第一个要给大家讲到的。那第二个的话呢，往上去看的话呢，哪些价格稍微来说会比较关注一点。那第二个的话呢，在往上去涨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这一个价格是需要我们重点去关注的？那第一个的话呢，是 0.382 的一个阻力，大概来讲 12516.58， 也是呢这一个空方带下沿的位置，应该来讲阻力还是稍微比较大的，只有把这个价格呢给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突破，然后的话呢，它才能打开上涨空间到多少？到 0.5 的这个价格。 0.5 的话呢，它会去到了 12924.94 的这一个价格。要注意一下，一般来讲第一波反弹的时候，如果没能突破 0.382 的，也就是说这一轮这一个费城半导体指数的一个反弹，它触及不到 12516.58 的，那么这一轮行情的反弹，它是属于弱势行情反弹，要注意一下，一般弱势行情的一个反弹，它会2次去筑底的，也就是说
这个位置如果反弹上去，看到呢12516.58的这一个价格，它没办法触及到的，那么它跌下来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创前期的一个低点的，所以要注意一下这一个风险，好吧？这个是讲到的费城半导体。当然，因为它现在的话呢，距离这一个飘带比较的近了，所以要关注一下啊，会不会在飘带的位置出现我们讲到的6种见顶的一个形态。如果有出现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在这一个位置抛了啊。好，这个是讲到的费城半导体，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黄金。黄金期货的话呢，前面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啊，这是一个筑底的过程，因为大家能看到前面的时候啊，反正一个美伊的这一个战争一开打，或者呢一个什么加息的信息啊等等一出来，黄金都是单边跌，而且是暴跌的一种状态。但是你能发现最近的话呢，它走的是一个相对比较，我觉得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啊，就是美伊战争再次呢进入到恶化阶段的时候，它没有进行大涨，也没有进行大跌，它在这里走的是一个箱体震荡，下方的这一个聚宝盆也是预示的2次筑底的一个阶段。所以跟大家讲过了啊，3950点到4000点是黄金呢比较不错的低吸的一个价格。当时在这一些位置的时候，我就已经跟大家讲过，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可以分批呢去低吸的一个位置。当然，它能再创一下前期的这个底部，那么呢会更加的好啊。它能在这一个位置当中再去创一下底部的，那大家心里边应该有预期啊，机会呢它就已经来了。那么现在对于黄金的这一个观点没有变，它是进入到一个2次筑底的一个阶段，现在呢就是筑底，它就要等什么？等它的这一个飘带，像曾经的比特币一样啊，转为多方带。你看一下比特币，它也是呢，从 Joseph 讲它转为多方带之后呢，最近它才开始启动的。现在也是一样，黄金等到什么时候真正有机会，它要转为多方带，并且要回踩确认，千万不要说回踩的时候给跌破啊。回踩确认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里呢应该来讲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底部了，没有转为多方带的情况下，那么在这里呢心里边有预期啊，它还会继续的震荡，好吧？这个是我们第一个部分要给大家讲到的内容。那接着我们进入到第2个部分来看一下呢，就是个股的情况。个股情况首先来看的话呢，就是美光。美光，我从这一个高点，应该是从这一天6月26号啊，开盘前就跟大家讲了啊，跌破黄竹的这个低点的，考虑在这一个位置止盈跟减仓，后边一路往下跌的过程当中，都没有让大家呢去买过。从这一个高点让大家逃的时候呢，是1100多，跌下来，一路让大家管住手，直到呢最近这个位置才开始让大家呢去关注这个美光。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在我们7月17号的这一个行情广播跟大家讲到的啊，就是这一天开盘之前就跟大家讲了啊。当时呢，美光呢它是继续的调整，并且呢这一根大阴线跌破了0.382的位置，那么呢继续的等待下方支撑在缺口位置780块2毛钱到820块3毛钱，也就是讲到这一个蓝色的这个缺口的位置。跌到这里呢，能出现止跌形态的，那么这里呢会有反弹在里边，而且不管是在直播还是内部的课程，我是一直跟大家强调，这一个价格是一个呢比较不错的低吸的位置。我不能说呢，它在这里100%呢，它能涨起来，或100%它在这一个位置呢，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底部。但是呢，个人的这一个观点就是，它在这里，你前面在这里减完仓的，那么这里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把仓位接回来的这一个价格，是吧？跌到这里了，不过的话呢，反弹的空间跟时间比较有限啊，所以要注意呢高抛的一个问题。你看一下，刚讲完7月17号刚讲完，这个缺口支撑不错，跌到的这里就出现了一根假阳线的一个形态。所以最低价也是跌到了吧。在后边的话呢，7月20号周一开盘之前，我也已经跟大家讲过了，美光如期跌到缺口的位置，前面很多学员一直问能不能进场的 Josie 呢都让大家管住手。现在这里呢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低吸的这一个位置，又再一次跟大家去强调了，这个位置附近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低吸的一个价格。然后呢昨天跳空高开，然后收到了一个 12.17% 的一根大阳线，但是个人的观点仍旧没变啊。昨天开盘之前也已经跟大家讲了啊，你已经有进场就有进场了，没有进场的那我也没办法了啊。
但你进场的学员一定要注意一下，只看反弹。目前个人的观点虽然涨了 12.17%， 个人观点仍旧不变，只看反弹。除非你能明确的看到呢有放量的大阳线突破1000块钱的一个关卡，不然的话呢，通通按照反弹对待。到位了之后呢，你就落袋为安吧。现在个人观点还是那句话啊，没有变，这个位置我还是呢会把它当成一波呢反弹的这个行情。除非你能看到放量大阳线突破1000块钱的关卡，它可能干嘛会去回到1100，甚至于呢就是能不能呢突破这一个空方带形成多方带，不然的情况下，在这里我只会把它当成一波反弹行情。那么现在的话呢，已经触及到空方带，注意一下我们讲到的6种见顶形态啊，触及到空方带之后继续收阳线，那你就给我继续的拿着。碰到这一个位置当中收到的是6种见顶形态当中的任意一种的，我就会建议大家在这一个位置高抛走了吧。那么见顶的这一个6种形态，第一种来黄足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那一般这一个形态的出现，不管是多方带还是空方带都会有调整需要。第二个的话呢，这一个跌幅大于3% 的中大阴线，第3个强势3日顶分型，第4个阴包阳形态，第5个带有长上影线的这样的阴线，以及下跌缺口。这5种像这一个中大阴线还好一点，另外的5种基本上一出现都会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高点的这种提醒，所以这一轮有进场美光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一下啊。继续阳线你可以给我继续的拿着，一旦出现我们讲到这6种见顶形态的，那我们高抛的学员就可以选择在这一个位置先止盈离场。当然有学员会担心一个问题啊，我在这个位置卖完之后，它后边继续涨怎么办？其实这一个问题谁也没办法回答啊。就像有学员在这个底部问我跟你讲780到820是不错的低吸机会，但是有学员一定要跟我说，这个位置你进完场100%能涨吗？你说你问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去回答你啊？我敢打包票说这个位置100%能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问题啊，就是做大概率的事件，就这个位置它大概率能涨，那你相信的话你就进场了，不相信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干嘛？继续的观望不就行了吗？那就像这里一样，跟你讲了，就是打到这一个飘带的时候，收阳线你就拿着，收到6种见顶形态，那我们呢就先走。当然后边有没有可能说收到这6种见顶形态之后，后边还会继续的涨？有可能，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做大概率事件，就是这种万一的这种事情的话呢，没办法呢去全面的顾及到，我们只能呢做大概率事件。好吧，这个是讲到的美光。那接着有一个问题啊，美光如果继续往上反弹的情况下，上方哪些位置会有关键的阻力在？那第一个关键的阻力吧，就是在0.382的这一个价格，976块2毛8。今天最高价的时候来到了986块8毛8。我们讲到的976块2毛8啊，差了大概6块钱左右。收盘价呢收回到970块钱附近，但好就好在呢，它是一根阳线，跟大家讲过。买阳不买阴，卖阴不卖阳啊，所以它是一个阳线，那你就拿着。阴线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考虑跑了。那这个价格如果能有限的突破的话呢，上去再看的一个关键阻力位应该是在 0.5 的位置 1029.5， 跟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个1000块钱的关卡其实就跟这里差不多啊。除非你能看到就是它是放量大阳线给我突破这一个价格的，那不然的话呢，心里边有预期啊，它就只是一个呢极致压缩过的这种弹簧啊，压得太紧，然后一下子松开了之后，反弹力度比较大而已，但不代表它已经反转。好吧，这个是讲到的美光。当然也有学员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再去看的话呢，可能美光这个位置低吸跟高抛之类的可能很简单，然后问题是我如何捕捉下次机会？因为现在美光的话呢，行情它已经出现了，就是没上车的学员他就是没上车。那么有没有说下一次再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可以及时的去进场，然后及时的落袋为安？怎么样去做到？那么在这里呢，跟大家去讲一下啊，因为我们在本周的时候呢，会给大家呢准备了一套课程，叫震荡行情的赚钱攻略，会跟大家去讲。比如说我们在明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会跟大家去讲震荡行情的低吸高抛策略。怎么样呢？在这种震荡行情当中赚别人赚不到的钱。
然后在香港时间周六上午10点钟的时候，会跟大家去讲震荡的行情当中，我的选股攻略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呢是我们在本周给大家去推出来的主要的这个课程。当然除了我们的主课程之外，我们会在呢周二、周三、周四的时候呢，会有这一个美股的早盘课，不知道怎么样去进场的，不知道呢该不该去卖的，不知道现在有哪个股票可以去呢做的这一个学员，那么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一个早盘课，会跟大家用30分钟的时间简单跟大家去讲一下今天的整体盘面的一个操作的情况，好吧？所以如果呢你也想呢在震荡的行情当中去掌握规律，去赚别人赚不到的钱，那么欢迎大家呢去参加我们内部的课程。有些内容它只能少部分人去学习，想要参加的自己呢找这一个助理呢去报名。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这一个英伟达。英伟达的话，个人的观点仍旧没变因为它这一轮回踩的时候呢，它是以一个十字星 K 线去进行的这一个回踩，所以对于英伟达的话呢，就要看一下这一次的十字星它是选择向上变盘还是一个向下的一个变盘。如果选择向上变盘的，正常的一个情况下这一轮的行情应该不会比这一轮差。这一轮的反弹大概来讲是10个点左右，就看一下，如果它是选择一根阳线突破十字星高点的，那么应该来讲第二轮的这一个机会应该是会比这一轮还要大一点点。所以呢，就是有在关注英伟达或者有英伟达的小伙伴以十字星的高低点画一个箱体，低点197块9毛7，高点206块6毛5，看一下它是收阳线呢突破十字星的高点，还收阴线跌破十字星的一个低点的，突破它的高点的，那你就可以暂时再去拿一下今天的收盘价其实是已经收在了207块2毛9就是收在了十字星的高点之上。但今天这一根 K 线它是根假阴线，并不是呢实打实的阳线，所以稍微来讲还是得需要一根阳线去确认它已经呢突破十字星向上变盘，我觉得呢会更加安全一点。所以有英伟达的关注一下，能不能再来一根阳线站到呢这一个 206.65 的这个价格之上，好吧？这个是讲到的英伟达。那接着呢再跟大家去讲的话呢，就是 AMD 呢也是一个假阳见底的一个形态并且它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今天涨了 8.11%。要注意的一个点，现在的话呢，它是处于一个空方带状态，只是它的一个空方带呢会特别的小。那在这一个位置，那么对于 AMD 的话呢，这一轮还是那句话个人还会在这一个位置呢，觉得它是一个反弹行情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反转行情。除非它能突破干嘛这一个反转线，那么意味着它会形成反转行情，不然的话呢，先当反弹行情对待。那么什么叫反转线呢？那给大家去讲一下就怎么样去判断你的股票是反弹还是反转的。那么在这里当中，先找到一根呢关键的一根 K 线，这根关键 K 线的话呢，它叫0号 K 线，它是一波下跌行情当中出现的不创新低的 K 线。什么叫不创新低的 K 线？就是说后边它没有呢再继续创新低，这一轮行情当中它就是一个最低点，所以把它呢称之为0号 K 线。0号 K 线出现完之后呢，再继续的往上呢回推3根 K 线，这3根 K 线它必须高点是一直在创新高的状态，也就是说3号 K 线的高点要大于2号 K 线的高点，要大于1号 K 线的高点。中间如果没有符合，比如像这根 K 线没有符合的，那你可以给我跳空掉还是要找到呢创新高的3根的这一根 K 线，然后3号 K 线的这一个高点呢，我们称之为反转线。你看到它的股价干嘛？后边它是收了一个阳线，突破呢趋势的反转线的，那么它在这一个位置就是一个反转行情，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阳线突破呢这一个反转线的一个高点的，那么要谨防它在这里呢就已经反弹结束，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趋势反转线。那么对于 AMD 的话呢，个人的观点还是那句话，找到它的趋势反转线，先找到这一根呢0号 K 线，然后再看一下它后边是不是在不断创新高的，对，这个位置是不是
这1号 K 线的高点低于2号 K 线的高点，低于3号 K 线的一个高点，所以3号 K 线的这一个高点就是我们要找到的趋势反转线，它的一个高点574块2毛钱。如果你能看到 AMD 它在这一个位置收阳线突破了574块2毛钱的，那就意味着它在这里由反弹变成了一个反转。那我们呢就能去期待它后边的行情。没有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阳线突破趋势反转线的，那么这个位置反而是一个关键的阻力位，要谨防呢它打到了这一个位置之后呢，收阴线啊等等的话呢，要谨防它已经反弹结束。所以有 AMD 的关注574块2毛钱的这一个趋势反转的节点，收阳线突破能形成反转行情，那期待后边的走势。没有收阳线进行一个突破的，那我们心里边有预期这个位置反弹了就已经结束了，好吧？这个是讲到的 AMD， 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是特斯拉。特斯拉的话呢，在周三会有新的财报的一个出现。对于这次财报的话呢，我觉得营收等等这一些要符合市场的一个预期，尤其是在汽车销售板块，因为它在这一天出这一个交付数据的时候呢，是大超市场预期的所以相对来讲它的销售额要达到市场预期，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甚至于呢要超过市场预期，我觉得也没有问题。但是就像这一天交付数据出来一样，为什么会跌会跌的一个原因就是市场目前对于特斯拉呢，更多的是倾注了一个比如 AI 的这个概念，它的自动驾驶它的机器人等等这一些能不能取得一个质的一个飞跃。如果呢它的 AI 相关的这一些概念的一个营收它能超过市场预期的，那么基本上来讲呢，特斯拉的这一次财报它就没有问题了。当然相反，如果呢它只是汽车符合大家的预期，但是的话呢，机器人、自动驾驶等等这一些跟 AI 相关的这一些业务呢，它没有达到市场预期的话，哪怕它的销售额、它的营销超过市场预期，它也不见得它能涨起来。所以想要去做特斯拉的话呢，一定要关注一下财报出来之后 AI 板块有没有达到市场的预期，能达到的，那么基本上来讲这个位置应该就是一个底部了。没能达到的话呢，那特斯拉还有继续往下探的空间。这是第一个点，关于特斯拉的财报。当然如果说单纯的从技术分析的角度上去看现在的特斯拉，来看一下今天特斯拉的话呢，它是走了一个反包阳线的这一个形态之前一直跟大家讲过，反包阳线意味着市场开始在选择方向，只是说呢，反包阳线的一个出现究竟是选择向上还是向下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一般的操作是以反包阳线当中阳线的高低点画一个箱体，画完之后呢，收阴线跌破呢反包阳线的一个低点的，那意味着这个位置它还会继续的往下去探，它没有止跌，还有继续的往下跌的空间。那相反，收阳线突破呢反包阳线当中阳线的高点384块07的话呢，那就意味着它在这里呢应该是要选择向上的一个变盘。所以对于特斯拉现在没有进场的，所以对于特斯拉从技术分析的角度上去看呢，那么大家也可以以这根阳线高低点画完一个箱体，看一下它是会向上还是向下的一个问题。已经进场的你就以它的低点作为一个防守位，跌破了我就止损出局，没破的话呢，那我就拿着。那如果想要进场的，最好等它呢收个阳线突破384块07的价格之后呢，再去进场，我觉得会更加安全一点这个是讲到的特斯拉。那如果说它在这里没有收阳线突破呢反包阳线当中阳线的高点，那么它往下去探的话呢，哪些会有支撑？那第一个关键的支撑的话呢，可以把它定到呢这一个 0.809 的这一个价格，大概来讲在359块4毛3左右。跌到了这里能出现一些止跌的这种形态的，那估计来讲这一个位置它就已经要启动了。跌到这里它是收的一根大阴线咔给砸下来的，那么你就要谨防它会不会去探前期的一个底部了。OK， 这个是讲到的特斯拉。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话呢是 Coinbase。那讲 Coinbase 的话呢，一定要先来看一下呢比特币，因为前面对于这一个比特币在这个底部的时候，我就一直跟你们讲过，它是属于一个二次筑底的一个阶段跟现在的这一个黄金可以说特别的像都是两次呢出现了这一个聚宝盆的一个形态，然后转为多方带，
是不是就跟大家讲过，它只有转为多方带的话呢，那就意味着比特币呢它要起了。那比特币要起了，跟一些相关的一些个股的话呢，它也会跟着一起起来。目前来看呢，比特币仍旧是处于一个多方带状态。有在关注的学员啊，关注一下它的这一条龙头线能不能进入到加速区啊？就从这一个蓄势区呢进入到加速区的话呢，那意味着一件事情啊，就是资金的话呢，它要开始真正的去拉升这个比特币了。那对于我们来讲，就意味着它会有机会。所以有在关注比特币的学员，关注一下这条龙头线能不能呢，就是进入到加速区。它现在离加速区其实已经挺近了，看一下它能不能进入到加速区。可以的话，那大家心里边有预期啊，它可能要进入到真正拉升的一个阶段。没能进入到加速区的时候呢，它在这里它就只能小涨，不能构成大涨。OK， 这个是讲到的比特币。那既然比特币呢已经开始要启动了，那么跟它相关的一些个股，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比如像 HOD 啊，像 Circle 啊，像这个 MST 啊等等，它有没有跟着它一起呢转为多方带？那么在这些股票当中，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啊 Coinbase， 因为 Coinbase 呢是几个个股当中转为多方带的一个股票，而且的话呢，它还走出了一个不算特别标准，但是呢也算是这一种头肩底的这一个形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是它的一个左肩，然后这里呢是它的一个头部。这个位置是它的一个右肩，然后今天是收了一个阳线，把它的颈线给进行了一个有效的突破，而且它是已经转为了多方带的一种状态，收到了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啊，整体来看还相对比较不错的。所以有在关注 Coinbase 的这一个小伙伴啊，关注一下它的颈线这一轮能不能企稳。颈线的话呢，大概来讲应该在173.09块的这个价格。如果 Coinbase 在这个位置当中啊，能企稳这一个颈线的一个价格，那应该来讲啊 ，Coinbase 它也会跟比特币一样，它要开始进入到拉升的这种行情当中。所以有在关注，所以由 Coinbase 的啊，就关注好这一个价格。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一样的看一下它的这一条龙头线能不能进入到加速阶段，能进入的话呢，那就意味着它的股票呢要进入到拉升的这种行情当中，好吧？这个是讲到的 Coinbase， 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英特尔，英特尔也是差不多要出来这一个财报啊。对于英特尔的财报的话呢，你觉得要符合市场预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时候就是你比如说像台积电啊，像三星电子一样，他们的财报好于市场预期，好完预期之后呢，它没有这一个上涨，它反而呢是极致的利好落地完之后呢，反而变成了一个利空，然后股票呢反而进入到加速下跌。所以对于英特尔的话呢，就财报我觉得要符合大家的预期，应该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啊。但是财报好跟行情上涨，我觉得应该是两个概念，所以这里呢要注意一下。那么如果从这一个技术分析的角度上去看的话，你看一下啊，英特尔这一轮跌下来的时候，是不是跟大家讲了啊？7月17号这一天位置，我就跟大家讲啊，英特尔呢这一轮跌下来的时候，关注一下啊，下方的支撑在91.4毛9左右，这一轮最低点的这一个位置。那这一轮英特尔跌下来了之后，基本上它就是踩到了91.4毛9啊，它是干嘛？盘中的时候踩到了这个价格，收盘价收了上去，那就说明了 Josie 给大家讲到的这个价格确实来讲呢，它是有支撑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不会无缘无故的突然给大家去讲某一个股票，也不会无缘无故的突然给大家去讲到某个股票的一个价格，能讲到的一定是对股价有影响的。这一轮它基本上就是跌到了这里。最后的话呢，在这里昨天收了一个呢 8.64% 的一个阳线，收盘价收到了105.4毛5，相对来讲还算比较不错吧。也如果能在这一些位置去进场的话呢，也能拿到个10%的这种行情。包括的话呢，在昨天的这一个开盘之前，因为我们行情广播基本上的话呢是在每天5到6点钟的这一个时间呢给大家去发。当时我们在这一个开盘之前的时候，这一个标普，这个英特尔当时在这里，它是一根13号 K 线啊。因为大家如果能记住的话，应该知道这个位置它应该是一根13号 K 线。我当时就跟大家讲了，13号 K 线的一个出现，
看一下它的一个高低点，96.9毛2到100.9毛8。收阳线突破高点的，那么它是一个空方弱势时商，可以考虑进场。然后呢，以0.5的这个价格呢，作为一个止损价，跌破的话呢，我们就止损出局。收阴线跌破它的低点，则是一个空方强势时商，那么大概率来讲，它会走到下跌结构9，那就再等等。好的点呢，就是它在这里基本上开盘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向上呢去突破13号 K 线，所以这个13号 K 线它是一个空方弱势13，然后它的这一个下跌结构就已经消失不见。所以有在关注我们行情广播的这一个小伙伴啊，估计来讲英特尔呢应该在这个位置也能及时的去进场。那么对于英特尔的话呢，也是一样啊，先把这一波行情呢当做一波呢短期的反弹行情。那么有进场的这一个小伙伴注意一下，它昨天出现的这一个缺口应该是在100.9毛8的这个价格，看一下这个缺口能不能 hold 住，就是能不能呢像前边这一些位置一样，是一个3天不回补的一个缺口。能出现的话呢，那么英特尔应该在这里应该就没有问题啊，就没有问题。相反，大家看到这一个缺口3天之内立马就回补了的话呢，那么这一个缺口就不大好了。所以有英特尔的小伙伴啊，也可以以这个缺口作为我们的防守位，收到实打实阴线给它跌破的话呢，那我们就先离场先。没有收到一根实打实的阴线把它跌破的话呢，那你可以暂时呢再去拿下。没有收到阴线给它跌破的话呢，你就可以暂时再去拿下。那么往上去看的话呢，第一个关键的阻力位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一个0.382的位置，大概来讲109.7毛4的这一个价格，因为大家能看到它既是呢空方带下沿的位置，又是0.382的价格，所以应该是有双重的阻力在这边。这个位置能收到实打实阳线给它突破的，那么大家呢可以看到115.9毛7的这个价格打到了这里，收到的是这一种阴线啊，或我们讲到的6种见顶形态的，那基本上这边有预期啊，这一波反弹可能就差不多了，那该跑的学员我们就跑了，好吧？这个是讲到的英特尔，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就是 PLTR。PLTR 的话呢，最近能看到整一个龙头线一直都是处于一个相对躺平的状态，所以股价来看的话呢，也是躺得比较的平啊。来看一下呢，它在今天当中出现了一个呢反包阴线的一个形态，就是呢这一根阳线，它把阴线的实体呢都包在里面，那么也有人呢叫它身怀六甲的这个形态，它跟反包阳线一样啊，都是用来判断呢这一个方向的这个股票。都是用来呢判断呢这一个方向的一种 K 线组合啊，因为比如像这个位置它就是一个反包阴线，但是它是选择向下跌破，所以股票呢加速下跌的。那么现在呢再出现了这一个形态之后，一样的以这一根阴线的高低点，你给我画一个箱体，低点131.5毛3，高点134.6毛8，收阳线突破呢这一个高点的，那意味着呢 PLTR它在飘带这里的第一波行情，它应该就要启动了啊！收到阳线突破呢，它的高点134.6毛8的，那么就说明了市场在这个位置选择向上变盘，那么大家呢就可以拿住了啊！收阴线跌破呢131.2毛3的，这边有预期它有回踩的需要，或者呢它还会呢进入到这种震荡行情当中，那你这边就有预期它在这里就会比较的弱了。最好的话呢，还是来一根阳线，把它的这一个阴线的高点给突破。那么基本上来讲呢，大家就起码能看到多少？能看到这一根大阴线所在的位置，它给突破了，那就能看到它前期的高点。那这个价格如果没办法突破的话呢，那基本上来讲，你就要谨防它继续的震荡。好吧，这个是讲到的 PLTR， 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就是 IIM。IIM 的话呢，我们前面在这些位置啊是蹲守了很久的这一个时间，因为我相对来讲啊，对于算力板块还是相对比较看好的，包括的话呢，就是大家应该知道的啊，我在这一个行情广播7月20号开盘之前也跟大家讲了，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就是呢国内的这一个 Kimi 的话呢，它就是因为算力紧张啊，然后暂停了 C 端的新用户的一个订阅。将已有的算力呢全部投入到服务呢以订阅的用户，就表达了一个事情，就是算力现在进入到一个紧缺的状态。包括的话呢，在这一个周末的时候，英伟达包括像谷歌啊等等，是不是这一些巨头呢都
都砸钱了进入到上帝板块啊，比如其中的代表 IREN 等等。出现了这两个消息之后呢，上帝板块怎么讲呢？我不能说上帝板块它在这个位置就会像存储一样，就咔咔咔的走那么长的这种行情，但相对来讲有这一些消息的一个冲击，短期来讲的话呢，它应该是有这个机会呢在等着大家的。所以 IREN 呢，当时我是有看到啊，所以 IREN 的话呢，在盘前发完消息之后呢，我是有看到学员开盘的时候买的啊。不要小看这一根 K 线，这一根大阳线啊，当天它是涨了差不多20个点的，然后今天呢就稍微来讲涨了 2.71%啊。上帝板块当中的另外一个股票 NBRS 的话呢，它反而是涨得比较多的啊。那么对于 IREN 的话呢，已经进场了的这个学员，现在已经反弹触及到这一个空方带了，所以我们注意一下啊。继续的阳线你可以继续的拿着，但是你要是看到呢它在空方带的位置的时候呢，收到的是一些这种阴线的话呢，那我们心里边有预期就要谨防的这一轮可能反弹了已经结束了。那么对于 IREN 往上去看的话呢，一些关键的阻力位，第一个关键的阻力位我会把它定到9号 K 线高点的位置，也是这一个空方带1/2的这一个价格43块4毛2左右，这个价格能给突破的，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0.382 的阻力46块9毛2，最好的话就这一轮反弹它得呢去到46块9毛2的位置。为什么？因为 0.382 应该来讲是属于一个相对弱势的这种反弹了，但是这一波如果上去之后它连 0.382 的价格都没能触及到的，那就意味着这一轮的反弹属于空间比较有限的啊，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它可能要2次呢去探底。所以有 IREN 的学员关注一下这两个关键的阻力位，打到了这里收阳线的你就给我拿着，打到了这里收到的是6种见顶形态的，我们就先跑了先等到它转为多方带，它才有真正的机会。但是个人而言就是哪怕呢上帝板块它只是一个短期的行情，它不会说是1-2天它就能走完的，好吧？这个是讲到的 IREN。 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是 APLD 有个学员一直在问的一个股票看到的一个点，它从这一个高点收到我们讲到的6种见顶形态完之后，一路的跌，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一直给你们讲到的一个话题就是一定呢要去干嘛？突破确认，一定要突破确认。你看这一轮白色 K 线消失收阳线，但是这一轮的反弹没有把白色 K 线高点给突破，意味着这个位置没确认，还得继续的再往下跌的时候又来白色 K 线消失不见收阳线，还是没有进行有效的突破，又继续的往下去跌跌到了这一个9号 K 线完之后再来一根 K 线，接着的话呢收了一个阳线，突破了白色 K 线的一个高点，形成了一个价格便宜的一个确认。所以 APLD 的话呢，它现在就是价格便宜呢也确认了，下方呢也有聚宝盆，但是聚宝盆的话呢稍微来讲呢就是还没有真正的去确认，但是呢距离这个确认已经非常非常的近了。所以我觉得 APLD 的话呢，它在这里确实来讲呢它有这种进场的一个机会。那如果已经进场了 APLD 的学员你可以以昨天出现的这一个缺口就缺口下沿的这一个位置，大概来讲28块3毛9左右，看一下这个价格能不能不要被实打实阴线给回补。没有回补这一个价格的，那意味着呢 APLD 它在这一轮的行情当中还没有走完，上边还有行情在等着大家。当你看到它在这里比如说跌破了这一个28块3毛9，或者呢触及到空方带之后收到的6种见顶形态的，那我们就在这一个位置当中选择呢先止盈离场，没出现的话呢你就拿着。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一下APLD 往上的话呢，第一个关键的阻力位34块2毛3，正常的情况下就是有聚宝盆，有价格便宜，那么它的反弹应该是要到 0.382 才是相对比较正常的，就正常的情况都才是相对比较正常的，一般情况下都能去反弹触及到 0.382 的价格，好吧？以上的话呢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到的所有的这个内容。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记得在评论区给 Joyce 留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